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没有想到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我原本还想着说农历新年还没有结束呢，他们是不会发布任何的东西的。不过也有可能这个贴文是定时发布的啦。OK，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斋戒月的活动，会在2月10日更新，也就是说国服那边应该会延迟2天，2月12日更新。首先，斋戒月的活动就包括每日签到就可以获得拜巴尔和穆罕默德2世。因为这2位统帅都是穆斯林啊，所以官方就直接送了这2位统帅。不过我在这边先插一句话说啦，穆罕默德其实现在使用呢已经不太合适了。之前我是有试过用穆罕默德搭配其他的统帅出去野战啊，但是表现都不尽如意。或许官方是发现到这位统帅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强了，也没有多少玩家使用，所以他们才打算赠送。完成每日任务获得星星蜡烛，星星蜡烛可用于点亮斋灯，获得星月烛台，每天累积消耗一定数量星星烛台后，还可以为所有联盟盟友赠送礼物。消耗星月烛台可兑换节日主题装饰物和名牌啊，这边没有写到城市主题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城市皮肤应该也是用回旧的，只是有多了新的装饰品还有名牌而已。星月流光购买后可以获得特殊头像火鹰，这个也是要通过礼包购买才可以获得的。不过我听到火鹰这个名字感觉应该还蛮帅的吧，不过实际情况还是要等活动出现之后我们才可以评价。与城市中统帅对话，聊聊斋戒月风俗，获得奖励。哇，这个活动对于一些不是穆斯林的玩家来说有一点不太友好。那我感觉这一次的活动好像有一点点更改，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对于节日活动，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已经是不在乎了，所以我们跳过这一点。全新征服赛季剧本精兵伐谋即将开启先锋体验哦，看一下这个新的剧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会不会是上次策划跟我说的那个剧本呢？兵种技能随着失落之地编年史和军团科技速节点解锁，可以将所有单位转化为新兵种单位，并获得一个独特的主动释放技能。这个描述感觉有点像强攻劲弩，但是它是转化为新的兵种单位，而不是说转换成远程单位。而且拥有科技树这一点呢，也是有点像之前的光影交织。军团科技树执政官们可通过各种行为获取科技币，用以捐献解锁新的军团科技树，解锁全新战斗科技。我记得这一点之前有一个观众在我的评论区有说到啊，他讲与其出现水晶科技还不如出现这个东西。但问题就是现在除了水晶科技还存在之外，现在还推出了军团科技。新圣庭玩法，新剧本中圣庭建筑的争议获取方式将变为军团持续占领一定时间，随着占领时间提升，将可以获得更高等级的争议效果哦。看来官方就是想要我们去抢那些圣庭啊，抢到头破。以我们现在 KVK 的情况呢，通常其中一方占领了圣庭之后，另外一方就会选择撤退。这样假设说之后圣庭的影响很大的话，我感觉双方都会持续在争夺，除非其中一方他已经拥有一个异样的圣庭了，他可能就不会再去争夺。全新地图，全新失落之地大地图，6个阵营执政官们将经历一次全新的发展和对抗体验。我是没有想到他们还可以出6个阵营的地图啊，因为各位也知道现在王国的等级相差有点远，尤其是先锋王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匹配6个阵营的地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图推出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有一些 A、B 族王国会报名吧。如果是先锋王国的话，可能几率比较低。就算是报名成功了，可能一些王国都不想要跟他们战斗。这就是目前先锋王国的悲哀，除非先锋王国之间有约战啊，那可能还可以匹配成功。下一个，失落之地相关优化，失落之地分线优化哦，他们终于要更新这个分线报名的制度了吗？优化了分线名额的分配体验，在无联盟归属且有分线名额的执政官名单中，联盟盟主需要手动操作才可以取消不在联盟的执政官名额。我认为这个优化还可以接受啊，因为现在分线报名了，如果有一些不是同一个联盟里面的玩家加入进来分线报名了，你是没有办法把它移除掉的。如果之后还可以移除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反正那些不在联盟里面的玩家，多数都是一些捣乱的玩家，也会影响到匹配结果。现在各王国分线有单独的王国头显功能呢，且仅在该失落之地中生效。在进入匹配阶段时，系统将会锁定国王及其所属线路。仅在锁定线路中，王国头显将在失落之地和原王国同时生效。不过正常来说啦，当分线报名进行的时候呢，一般王国都不会去管理第2条路线跟第3条路线了，所以它这个改跟没有改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啦。
只不过分到2线、3线的一些账号呢，多数都是一些农场账号啦，可能他们需要一些王国争议啊，比方说采集速度提升的争议，所以分开也是好事情呢。但主要第2跟第3条路线呢，都不是战斗用的，优化了分线开启的逻辑，现在根据王国的活跃等级来判定是否开启分线，移除了原本按照活跃执政官战力的判断规则。我觉得匹配的问题不管他们怎样修改都是不公平的啦。以上优化仅对版本更新后新开启的剧本生效，接下来我们看修改了征服赛季剧本。英雄战歌部分圣地效果，他这边是不是写错字了？为什么2个部分圣地？增加了野蛮人营地，使各个阵营更为平衡。这个更新也是对新版本更新后开启的失落之地生效而已。版本更新后，失落之地中心行省皇庭、赫利奥波利斯、奥尔良、汉丁奴内的资源点在圣城开放前将不会再刷新。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新的剧本多数皇庭都比较少，而且如果在皇庭中有一些采集点的话，会阻扰到其他玩家签城。关于这件事情，我之前也是有做过一个短片啊，跟大家讲我找签城找的有多么痛苦。但是对于那些专心想要采集的玩家来说，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啊，要等到圣城开放，而且圣城开放要等蛮久的。但是对于有战斗的王国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新增失落之地第1赛季开场引导以优化执政官们的游戏体验，就是说在 KVK1 的玩家在更新之后就会看到一大堆的教学。远征前夕第3阶段持续时长缩短为12小时，改为增加12小时公示期阶段。这个对于那些想要发育的玩家是天大的坏消息，因为有一些王国他们活跃度很高，但是氪金量没有这么多，就比方说1093，他们会通过第3阶段拿到更多的道具，而且打劫掠者存在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道具啊资源啊，还可以返回体力药水，这样是削弱了某一些王国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同意这一点啦，因为我发觉到蛮多玩家还是想要通过劫掠者城寨拿到比较多的道具了。不过还是有不少玩家是想要通过 KVK 里面的野蛮人拿到更多的水晶啦。那么你们是哪一类玩家呢？远征前夕活动的相关道具将被调整为在失落之地结束时回收。未获得失落之地名额的执政官将不会再自动消耗水晶备战箱，同时也无法在本次失落之地中获取水晶备战箱。关于这一点，之前有观众跟我反馈过，我也是跟官方讲了，我没有想到他们改得这么快。在征服赛季内购买超值水晶赛季补给后，将解锁水晶研究院科技一键加速功能。应该是太多玩家去投诉了，那个水晶科技还要一个一个点，虽然现在点了水晶科技之后不会再跳出去界面了，但是要一个一个点击也是蛮麻烦的。他们可能也是意识到有购买水晶的玩家会解锁比较多的水晶科技所以他们才推出了这个功能，只有购买了水晶才拥有这个一键加速的功能。在征服赛季失落之地中，驻地任务刷新次数补充时间从10分钟改为5分钟，也是更新之后的征服赛季才会生效，这个也是好事情。除了前置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吧，都是一些小调整。而且你们也看到官方一直在调整水晶科技，就表示说他们还是不肯放弃水晶科技啦，还是要赚水晶科技的钱。埃及之战与奥西里斯联赛相关更新，第9赛季奥西里斯联赛即将盛大开启。这个在之前线下见面会的时候也是有提过，所以我也不感到惊讶。技能平衡性调整，相关调整将在版本更新后于埃及之战黄金战场练习赛自定义比赛中生效。季后赛阶段开始也将奥西里斯联赛中生效。哇，官方想要搞死了呢，你要改就一次性改啊，为什么要在中途的时候才改？负责想战术的玩家应该很头痛。崩袭、急行、战鼓、八阵全是技能参数获得平衡性调整。猛进调整为消耗2格能量，技能参数获得平衡性调整。沙暴伤害调整为固定系数，外加最大兵力伤害，技能参数获得平衡性调整。去世拜访数量上限降低，技能参数获得平衡性调整。还有像之前所说的，增加了4个可供选择的全新技能。那么也是一样会在之后的埃及黄金战场练习赛自定义比赛中生效。奥西里斯联赛的话就会在季后赛开始。增加的技能就包括怒焰，预警后点燃一支己方部队周围的一片区域，每间隔一段时间扣除区域中随机半数部队的最大兵力。这个就有一点像阿尔特米西亚的技能这样子，自残然后再提升 buff。以这个技能来看多数都是为了要攻下某一个建筑物，又或者是在中路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技能而已。而且这里也没有写冷却时间有多久。下一个斗转，
刷新己方所有技能的冷却状态，且下一个释放的技能的能量消耗降低。我觉得这个技能啊，要么就是它的冷却时间非常长，要么就是它所需要用到的技能点应该很多。增加了这个技能之后，可能中路开启的次数会提升，但并不是每个王国中路都有优势。就比方说像 GY16啊，又或者是960中路优势会比较大，还有489。第3个技能飞渡，放置2个太阳船，任意部队都可在太阳船之间往返转移，成功转移后获得移动速度提升，这个相当于一个传送点。统治己方建筑占领时间减少，占领建筑的阵营得分速率提升。己方部队攻击建筑时造成的伤害增加，建筑时受到的伤害减少。调整埃及之战部队行军线粗细，减少其对画面的干扰，这个也是有一些玩家跟我投诉。活动相关优化，赛罗利迷境相关更新，新增自动施法功能，开启后系统将以合理的方式自动释放职业技能，减少执政官们的操作量。新增托管 AI， 若队友处于离开状态，将会有系统 AI 接管其部队继续战斗， AI 会跟随其他执政官进行攻击，自动选择和释放技能。那么我可不可以在加入了这个活动之后按退出，不要去玩这个活动，让 AI 帮完成？没有，说真的这个活动有一点费时啊，我不是很喜欢玩这个活动。我认为这个活动的想法是不错的，就是太浪费时间了。现在进入大密林后，自动选择和释放技能，可以在派出部队前切换自己选择的职业了。下一个是奥林匹亚之巅的相关更新，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所以这边也不做任何的评价。更新了公平模式统帅配置，执政官可通过活动主界面的执政官配置进入配置界面，修改上阵执政官装备、天赋、军器，灵活搭配自己的阵容。在奥林匹亚之巅的对局中，战败方贡献较高的执政官将会获得额外的活跃度奖励。现在才调整这个部分呢，会不会太迟了一点？奥林匹亚之巅神机山谷上线排位模式，优化了奥林匹亚之巅神机山谷中所有神机之旗的部分获取情况。功能相关优化，统帅攻略系列功能优化，技能描述简化，新增技能描述简化功能。现在查看统帅技能描述，可以点击简略描述滑块，在详细描述和简略描述之间自由切换。我觉得官方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可能会玩一些文字游戏。假设有一些玩家只是看简略描述的话，可能会误会大了，还是需要看详细描述。技能展示，现在执政官查看自己未拥有的统帅时，会同步展示统帅的技能特效。我觉得这个更新还蛮不错的，虽然没有什么作用呢。部分装备的觉醒属性、觉醒5效果升级，强袭1级非远程装备，伤害提升了影响范围，新增了连击伤害哦。这里所说的强袭1级就是其他兵种的头盔不包括远程了，原本是有概率可以造成1次技能伤害跟重击伤害的，现在是直接改成了连击伤害。我觉得触发的概率还有持续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但如果改了之后，对于连击伤害统帅来说是大大的提升，尤其是针对于亚瑟王的觉醒技能。如果再次触发连击伤害，就有概率触发亚瑟王的觉醒技能。第2个装备扰乱妙计，效果的触发条件新增了连击伤害，原本是要通过技能伤害还有重击伤害造成的，现在增加了一个连击伤害，那么真实伤害怎么办呢？愈战愈勇，伤害减免覆盖范围新增了重击伤害和连击伤害，而且这边是特别描述说远程装备，也就表示说有很大可能之后远程统帅也是有连击伤害了。扰乱追击，效果的触发条件新增了远程连击伤害，修改了苍狼的悲悯护手中描述的文字错误，现在的文字描述将与装备的实际效果一致。激战行军相关更新，优化了战斗逻辑，现在激战行军状态下的部队战斗方式将更加智能，部队将会始终攻击离自己最近的敌人，同时也不再会轻易引入敌阵。这个也是我不使用激战行军的原因啊，就是我试过好几次用激战行军啊，但是都是卷入人群里面，而且这个功能对于一些手机玩家来说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系统应该不会这么智能啊，应该不会帮你拉车，你始终还是要靠自己拉车，如果有拉车的话。对4种捍卫者头显开启了头显预约功能，这个就是我之前所讲的，执政官们可以点击王国头显对应的头显的位置进入预约界面，在预约界面中选择希望使用的时段，国王或统治者同意预约申请后，对应的头显会在申请的时间段内被自动发放给申请的执政官，国王或统治者可设置头显预约是否开启。
是否自动同意申请单次的使用时长等。但是我看了之前官方分享的图片，可以使用的时长其实还蛮短的，所以我觉得在之后可能需要训练部队的时候，应该也是会关闭的。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功能呢？我觉得可能是登峰造极啊，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有一些玩家想要训练部队就会使用这个功能。毕竟不是每个阿4都在那个时间等着你要不要用头衔了。但如果是说前置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关闭这个功能了，毕竟有一些玩家他们要训练蛮多的部队的。第5点，操作体验优化，政务院新增一键委托功能。委托是这个部分，而不是游历。不过游历也是有更新，政务院新增10连快捷游历功能。像我们的政务院可以游历20次嘛，它就帮我们解决了，一般你点2次呢就直接完成了。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改成一键可以领取全部呢？官方总是把这些功能搞得很复杂。优化资源点搜索功能，已有其他执政官采集部队正在前往的资源点，以及储粮不满的资源点，他们就会搜索优先级将会变低。就是说有一些玩家他们采集可能没有采集干净啊，就会留下一些大便，我们所说大便系统就不会优先搜索到这些资源点。重置版相关优化，哇，为什么这一次更新这么多？版本更新后，重置地图将会在部分王国开启先锋测试。不过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新版本的画质的话，也可以切换回去旧的。新增了部分征服赛季剧本的重置版，开启报名时可选择参与这些重置版剧本。优化了重置版地图部分显示，圣地符文和己方部队被山脉遮挡时也会显示轮廓。优化了无极缩放战略沙盘城的筛选功能，优化后将与战略城显示一致。同时在战略沙盘城增加了所有联盟要塞的显示。联盟相关优化，在联盟成员界面中新增搜索功能，方便快捷找到联盟内的成员。这个不是之前很早就说要更新了吗？等到现在才来更新。联盟成员白名单人数上限提升200人。联盟邀请，联盟盟主可以在王国频道内发送联盟邀请信息，玩家可以通过点击邀请信息加入联盟。快捷审核，当有新执政官申请加入联盟时，联盟盟主和官员将会收到特殊提示。也可以在设置中关闭。移除联盟成员，移除联盟成员时可以填写具体的移除理由。像之前就有一个玩家，他被踢出联盟了，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新增执政官个人养成数据系统，这个我在之前也是有说过，就是有一个列表，它会显示说你哪一个部分需要加强。我是觉得推出这个功能之后，可能有一些玩家会焦虑，总是会觉得自己的账号不够强。但是这个账号养成呢，是根据自己的王国还有自己所处的失落之地做评价的。至少你在 KVK 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每次战斗出来的报告都这么糟糕，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太高。新增按照语言进行分类的语言频道，覆盖相同赛季所有的王国执政官们可手动选择不同语言频道，与使用相关语言的其他执政官进行交流。这个之前我有说过，在帝国时代里面有出现这个功能，但是万国觉醒里面是完全没有了。其他优化，新增王国号角道具，使用该道具后可以在王国频道发送一条特殊文本消息，且该消息将会被置顶。说到这个功能，已经有不少的玩家投诉了，在战斗的时候这个王国号角一直跳出来影响到他们战斗，所以在之前官方是有一阵子是完全关闭了这个号角功能。我原本还想着说应该不会有太多玩家去购买号角，没有想到贫富限制了我的想象，一大堆大氪金玩家他们购买了王国号角啊、赛季号角之后写一大堆废话。除了王国号角之外，他们也是新增了失落之地号角。实施品质工程图纸，加入酒馆装备宝箱的时间调整为第2赛季远征全息，好让一些普通的玩家可以快速的获得远程装备。巅峰朗纳尔加入了每日特惠礼包，但是只有征服赛季的王国会生效而已。第3赛季中最强执政官和幸运大转盘的统帅选择范围将扩大至全统帅可以选。这样看起来 KVK 3真的是变成没有水晶版本的 KVK 了。而且 KVK 3也比较悠闲了，只是在皇庭战斗而已，还有打温泉。建造政务院后，商店中将可购买军器转换石。目前商店只有洗炼石而已之后就会增加转换石，让玩家可以更简单的去转换你的军器。文明之旅中国篇优化了交互体验及一些视觉表现，优化了黑太子爱德华的主动技能。公者荣耀技能描述优化后，技能表述为该统帅释放主动技能之后，自身部队降低300点的怒气，仅优化文本描述并不改变技能本身的效果。
最后一个更新，新增跨王国查看功能的等级限制，只要执政厅等级达到10等级的执政官可以跨王国观战。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了，自己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啊？这一次的更新公告虽然很长啊，但是大多数都是更新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都是一些小更新，都是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吧。我觉得比较多玩家同意委托还有游历的部分，有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玩家就要做好准备了，而且战术也是要改变。或许可能有一些玩家会认为说装备又在加强了，尤其是觉醒物可能会对他们一般的玩家来说有影响。所以各位观众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